大约12000年前，地球的气候在极短时间内失控了，温度突然暴跌，环境剧烈变化，就像整个系统被人按下了重置键。而直到今天，科学都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解释。更关键的是，这场灾变很可能不仅仅是一次气候波动，它也许直接抹掉了一部分人类历史，甚至改变了文明发展的方向。先说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在冰河时代最鼎盛的时候，海平面比今天低了大约120米。那时候的大陆形态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地图完全不一样，几乎所有海岸线都向外延伸，有的地方甚至延伸了几百公里。那些现在被海水覆盖的地方，当时是平原、河流、森林，是可以生存的陆地。根据估算，那一时期后来被海水淹没的陆地面积大约有270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整个非洲的面积，全部沉入海底。而当时生活在这些区域的人类并不是零星个体，而是已经分布在多个地区的稳定人群。他们就像后来的人类一样，依靠海岸生存发展。随后海平面开始上升，总体上升了大约120米。这一过程持续了数千年，但在某些阶段上升速度非常快，甚至达到了每个世纪超过1米。这意味着，如果你当时生活在海边，你是可以亲眼看到海水一点点逼近，甚至在一生之中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吞没。这些内容并不存在争议，这是被珊瑚记录、沉积物和冰芯数据反复验证过的科学事实。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海水上涨的时候，那些被淹没的海岸线上到底曾经存在过什么？2022年，奈飞推出了一部纪录片《远古末日》，由作家格雷厄姆·汉考克主持。这部纪录片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考古学会甚至公开要求将它归类为科幻作品。但与此同时，它也成为了当年平台上最受欢迎的纪录片之一。这本身就说明这个话题背后公众的兴趣有多强烈。汉考克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在冰河时代，人类曾经存在过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大约在12000年前的一次灾变中，这个文明被摧毁，而它的大部分遗迹如今都沉在那些被海水淹没的大陆架之下，最深可达120米。而主流考古学界对此的反驳是，目前已经对这些海底区域进行了大量探测，但发现的只是零散的狩猎采集者遗迹，并没有城市、冶金、文字或大型建筑的证据。也就是说，没有发现所谓高级文明的迹象。但汉考克的反驳同样很直接，考古学本身也承认一个原则，没有证据并不等于不存在。而关键在于，那2700万平方公里中真正被系统性考察的区域，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仍然处于未被探索的状态。这场争论的核心其实就卡在这里。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到地质层面，会发现有一件真正异常的事情确实记录在地球历史中。大约在12900年前，地球原本正在变暖，冰盖逐渐融化，气温稳步上升。但就在极短的时间内，格陵兰中部的气温突然骤降了9到14摄氏度，这种降温几乎是在1年之内发生的。这种极寒状态持续了大约1200年，然后在几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气温又迅速回升了5到10度。这个时期被称为新鲜女木期，名字来源于一种白色的北极花。当寒冷再次回到欧洲，这种植物也随之重新蔓延。需要说明的是，新鲜女木事件本身并不是一个假说，冰芯记录保存了它，沉积物数据验证了它，全球各地的地层也都显示出这一变化。真正存在争议的，从来不是这件事是否发生，而是它究竟是由什么引发的。主流解释认为，这是变暖过程中出现的连锁反应。当北美和斯堪的纳维亚巨大的冰盖开始融化，大量冰川融水以灾难性的规模涌入北大西洋，打乱了温盐环流这一调节全球气温的海洋系统，从而触发了突然的降温。这一解释有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是目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但问题在于，就在新鲜女木事件刚刚开始的那个时间点，研究人员识别出至少6个重大的地质扰动，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而且分布在3个彼此相对独立的冰盖系统中。北美的劳伦泰冰盖覆盖北欧的芬诺斯堪的纳维亚冰盖以及格陵兰冰盖，其中包括麦肯齐河的大规模洪水爆发、巨大冰湖的突然崩塌、波罗的海冰湖的灾难性溃决，以及格陵兰冰架的不稳定状态。这些事件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内发生。按理说，这些系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物理联系，
但它们却表现出高度同步的变化。有研究者指出，仅靠传统气候模型很难解释这种跨区域、跨系统的同步变化现象。正是这种难以解释的同步性，促使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的假设。2007年，一支由核物理学家理查德·费尔斯通领导的研究团队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大约在12900年前，一个或多个低密度的天外物体，可能是彗星碎片，在北美上空发生了爆炸。他们认为，这次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高温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范围火灾，扰乱了冰盖系统的稳定性，从而触发了新仙女木时期的降温，同时也导致了西半球大型动物的灭绝。这一理论被称为新仙女木撞击假说。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之一，是一层非常特殊的沉积层，富含碳元素的黑垫层。这一层在北美大约50个考古遗址中被发现，时间都集中在12900年前。更关键的是，在这层黑色沉积之上，没有猛犸象，没有乳齿象，没有古马、古骆驼，也没有克洛维斯文化的遗物，而在这层之下，这些痕迹却全部存在，就像被一条清晰的时间界限分隔开来一样。后来，这种黑垫层的地球化学特征又在全球超过100个地点被识别出来，分布横跨多个大陆。亚利桑那的一个遗址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也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考古人员在那里挖掘出了仍然保持连接状态的猛犸象骨骼，旁边还有明显的火堆痕迹，以及摆放整齐的克洛维斯工具。更诡异的是，这一切都位于那层黑垫层之下，就像在某个瞬间被直接封存住了一样，仿佛当时的活动还没结束，一切就突然中断了。地质学家C.A. 万斯海恩斯曾这样描述这一现象：更新是大型动物的突然灭绝，可以从一个事实中清晰地看出来，就在黑垫层形成之前的那一刻，它们还存在，而之后就全部消失了。在北美，至少有35个哺乳动物属在这个时间点附近灭绝，包括猛犸象、乳齿象、巨型地懒、古马、古骆驼、恐狼、美洲狮以及短面熊等。这种消失方式在学术文献中被形容为地理尺度上的瞬时灭绝，也就是说，从大范围来看，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而那层黑垫层后来已经在4大洲超过100个地点被识别出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某一个单独的证据，而在于研究人员所说的同步性，也就是几十个地点、多个区域在同一时间几乎同时发生这种变化。关于这场撞击事件的争论其实已经吵了很多年，而且越吵越激烈。2023年，地球科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重量级反驳研究，直接把这个假说批得很狠，说它前后矛盾，逻辑不统一，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违反基本的物理规律。更关键的是，到现在为止，科学界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能够明确对应这个时间点的撞击陨石坑。到了2025年，又有新的研究把一个核心证据推翻了。之前一直被当作关键线索的铂元素异常，被发现其实晚了整整45年才出现，而且不是瞬间爆发，而是持续了14年。这种节奏根本不像一次撞击，更像是持续性的火山喷发，比如冰岛那种长期活动。同一年，詹姆斯·肯尼特发表论文，说在克洛维斯遗址发现了冲击石英，一时间引起很大关注。但很快，这篇论文在2026年被期刊撤回。所以你会发现，反对这一假说的一方，其实证据并不弱，甚至可以说相当扎实。但事情并没有结束。2021年，同样还是地球科学评论，另一篇综合了14年研究的数据论文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多个团队独立研究之后，认为这个时间点确实很可能发生过一次大规模宇宙撞击，甚至建议把这个假说升级为科学理论。这个理论从2007年刚提出的时候就被很多人疯狂质疑，有人直接叫它科学界的弗兰肯斯坦怪物，意思是拼凑出来的东西。到了2011年，还有人给他写安魂曲，觉得他已经该结束了。但现实是，10多年过去了，支持他的论文依然在不断出现。这其实就是一个真正没被解决的科学问题的样子，既没有被证实，也没有被彻底推翻。它不是边缘理论，而是卡在中间，一直悬着。那我们先把这个争论放一边，来看一件更诡异的事儿。就在这场气候巨变之后，人类开始建造一些完全不符合认知的东西。1994年，德国考古学家在土耳其东南部考察时，被当地村民带到一个他们一直认为神圣的地方，而他在那里看到的东西直接把整个人类文明的时间线掀翻了。这就是
戈贝克利石阵，那里竖立着一根根巨大的梯形石灰岩石柱，有的高度超过5米，重量能达到50吨，被整齐地围成一个个圆形结构。石柱表面刻满了各种动物，狮子、蝎子、狐狸、秃鹫，还有蛇，细节非常精细。整个遗址不是一次建成的，而是跨越了至少1500年的时间，一层一层不断扩建出来的。但最诡异的地方在这儿，后来这些建筑被建造者主动埋掉了，不是废弃，不是自然掩埋，而是被人为用大量碎石彻底封住，直接封存在地下。这一封就是整整12000年，直到施密特开始挖掘，这个地方才重新见天日。问题不只是它古老，真正让科学界难受的是它和整个文明发展逻辑完全对不上。目前的测年结果显示，这个遗址最早的结构大约建于公元前9600年左右，但在它周围地区最早的农业证据却至少要晚1000年才出现。换句话说，在还没有农业的时代，人类就已经能组织数百人协同工作，持续建造这种规模的工程，还能一代一代接力，朝着同一个目标推进。这背后需要什么？稳定的食物供给，清晰的组织结构，长期的规划能力。可问题是，这些能力在传统模型里本来应该是农业出现之后才会有的。也就是说，按教科书的逻辑，文明是先有农业才有复杂社会。但戈贝克利石阵直接反过来了，它是在农业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到2021年，这个遗址被发掘的面积甚至还不到 5%。 而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建造者要把它埋掉？施密特研究了很多年，一直在猜测埋在地下的那些部分或许才是这个地方真正的用途。但他在2014年去世，直到最后也没能知道答案。不管你怎么解释这个遗址，有一件事儿是确定的，它的位置刚好卡在这整个谜团的时间节点上。它建于新仙女墓事件结束之后不久，见到它的人很可能就是刚刚经历过那段巨变的人类。也就是说，所有线索在这里开始交汇。大约12900年前，格陵兰的气温在1年之内骤降，最多下降了14摄氏度，随之而来的寒冷持续了整整1200年。在这个过程中，仅北美就有至少35种大型动物消失，猛犸象、乳齿象、古马、骆驼。与此同时，曾经分布最广的克洛维斯文化也在考古记录中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富含碳的黑色沉积层。这种黑垫层出现在4大洲，也就是说，这不是局部事件，而是全球性的变化。同时，海平面仍在快速上升，沿海人群甚至能在自己一生中看到海岸线不断后退。而就在这一切之后，在土耳其东南部，有人开始搬动重达50吨的巨石，排列成几何圆形结构。研究人员用计算机模型发现，这些结构之间甚至构成了等边三角形。关键是，这一切发生时，人类还没有农业。主流观点认为，这一切其实仍然可以被现有框架解释。他们认为，采集狩猎人群的能力比我们过去想的更强。大型动物的灭绝可能有多种被忽视的原因，那些同步出现的地质变化也可能只是尚未完全理解的自然过程。而所谓冰河时期文明缺乏证据，本身就说明它并不存在，而不是我们还没找到。这是目前大多数专业考古学家的立场，而且这个解释本身也并不合理。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真的存在沿海文明，那么它最可能出现的地方恰恰是人类一直偏爱的海岸线，而这些地方如今大多已经沉在120米深的海水之下。对这些区域的系统性探测直到最近才开始具备技术条件。也就是说，如果那里曾经存在什么，我们现在可能还根本看不到。戈贝克利石阵的建造者把他们的建筑亲手埋进地下，然后离开了，没有留下任何解释。这个遗址就这样静静躺在土耳其的一座普通山丘下面。而在这之后，苏美尔、埃及、希腊、罗马，一个个文明兴起崩塌，又被新的文明取代。当地人一直把这座山当作神圣之地，但他们并不知道下面有什么，只知道它很古老。而这种直觉后来被证明是对的。至于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这些建造者究竟是谁，到现在仍然没有答案。那1200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让人类从什么都没有突然开始建造这些东西？